隔开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再走出来了吗？那我就要没收了哦，火都快上了。我要最后一个。姐姐最后一个，我不要姐姐最后一个，我要最后一个。下去。来到我们家，请进。大家好，我叫阿德。我是 Cherry， 这是 Ethan， 这是 Jenny。我们住进这个家快2年喽。我们室内大概是38坪左右，它其实原本是一个3房的格局，但是我们又多增加了一个多功能室，变成4个房间。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是预售屋，后来就是到交屋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找装潢来重新做一个设计。其实我那时候在网络上找了非常多的就是影片，然后后来是在设计家的网站看到了黑金设计他们有一个1分钟设计的影片，那刚好是符合我想要的工业风。然后跟他们沟通之后，因为设计师本身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很像，那后来把需求设计讨论完之后，他提供了一个3D 版的设计图。看了那个3D 设计图之后，其实我是很满意的。我没有什么需求，一切都是老婆决定，因为连我唯一的玩具柜都已经被他分刮了。主要还是收纳空间，因为我们是一家4口嘛，然后小朋友的玩具跟老公的收藏就是非常多。那另外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像轻工业风，所以后来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那个装潢设计。我那时候就是自己有找了蛮多的照片，然后针对软装有一些想法，但是就是这过程当中，其实设计师是很帮忙，就是比如说黑板墙，那我请他帮我看，说这适不适合，那他给我了一些意见之后，我们最后就会一起达成共识，然后一起做决定。可以啊，那请我老婆带你们去导览一下。你们进来的位置是我们一个小巧的玄关，那旁边的话呢是有鞋柜、端景柜的一些收纳空间。那因为我们鞋柜的深度是比较深的，所以那时候设计师是有做了一个拖拉盘，让我们鞋子的运用空间其实可以到里面是很完整的。门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全身镜，除了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之外，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巧思，就是镜子的后面有挡住了我们的变电箱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玄关的部分。延伸过来呢，这边刚好有一个空间，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收纳的位置。其实本来是想要做一些展示的，但是因为老公的玩具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是一个玩具的收纳柜。其实当初是做2边做对称的，但是因为我想要偷一点空间做书柜，所以这边看到的一个木板的部分，其实延伸过来是我的卧榻。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电视墙的材质也是就是想了蛮久的，因为红砖这个红就是一旦选错了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后来设计师是找了一些样本，然后红砖片给我们做挑选。那后来挑出来，实际上做出来的成果，其实我觉得是很满意的，就是跟我想象中差不多，不会太强，可是又很有灰灰的复古的那种感觉。这边的话是餐柜的位置，可以摆一些小家电跟收纳。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其实设计师有蛮多的一些收纳的巧思，像好比说像这个里面有一些5金的元件，其实底下也有，就是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做拖拉，然后把杂粮啊、杂货啊都可以藏在里头。其实建商一开始附的这个中岛，它的水槽的位置在正中央。那因为我想要就是让中岛可以兼做工作台或者是兼做餐桌，所以也请设计师帮我们做了一些柜体上面的调动。我的烤箱这个烤箱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门片打开来的时候呢，其实要留这么宽的一个空间。
那时候水槽的位置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它的水龙头原本在我的右手边，所以当靠得比较近，然后烤箱门打开的时候，可能会跟它打架撞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设计师就蛮贴心的帮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帮我的水龙头跟我的饮水机的一个这个出水管直接就换了一个位置，然后让我的烤箱这一块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一个水龙头这边的空间挡住。那这边的话就是我的多功能室的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当初设计师也是用一个铁件的元素跟玩具柜那边做呼应，这样看起来就是比较会有一致的感觉。多功能室它的门呢比较特别一点是我要求就是一定要用谷仓门嘛，因为搭配工业风。那这个谷仓门其实打开来里面就是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是我的合适的空间。那这个合适其实因为是多功能室，所以它既可以当书房，也可以当睡房，也可以是小孩的游乐空间。那合适的地方做架高，最主要就是最底下其实有一些收纳的空间。其实从公领域的客厅，然后到房间走廊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把它打造成一个比较童趣感，然后北欧风一点点，让小朋友的氛围就是再多一点。其实我们主卧有点小，那我那时候就梦想说，就是主卧要有一个更衣室嘛。然后我们之前那时候找过一个设计师，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其实立马就打枪我，就是太小了做不到。但后来就是找了黑金设计的时候，我在现场讲了这个想法，那设计师立刻就告诉我说，可以啊，他帮我隔一个就是收纳的一个空间，然后让浴室跟睡床的地方可以隔开来，就会有更衣室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想法很及时，然后立刻有回应，而且也达到了我想要的感觉。那进到主卧的话，这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师变出来的小小更衣室的感觉。然后那是我的一些收纳，然后还有一个好莱坞的化妆台灯。那进来里面的话，就是设计师帮我弄了一个很跳色的蓝色的一个墙面。那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们想要看电视，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不要浪费衣橱的空间，但是又要有可以看电视，所以呢，他就做了一片滑动式的这个电视柜的一个门片，然后让我们既可以满足看电视的需求，又可以不阻挡后面的一个收纳的空间。小孩房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一开始的装潢，只有在色彩的一个氛围，就是小男生的房间我们选了一个就是有一面墙把它粉刷成比较是灰色，姐姐的房间呢它就是粉色系的一个墙面。姐姐的房间因为女生可能以后长大的衣服的收纳空间会需要比较多，所以我们有在她门后面的一个空间先帮她做好了一个衣柜。最喜欢的空间厨房。对，因为厨房就是梦寐以求的中岛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当朋友来的时候，我会很享受，就是一直待在厨房的那个空间，然后可以跟大家很像在吧台聊天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开放式厨房的设计，然后再搭上黑色啊漂亮的家电，其实会让整个厨房的空间看起来很有气势，就变得很专业的厨房。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出来之后的成果，我也很满意。真的很有气势啊，但是不会。我是发自内心的。一般我下班应该就是最喜欢空间是在沙发坐着玩手游看电视，要不然偶尔在我们的那个卧榻上面发呆。有人？什么？太傻眼了！那个送家电的小惊喜哦！你送了耶，我认不出来。跟预期中跟我们讨论的时候感觉都还蛮像的，然后小朋友的生活跟一些玩乐的感觉，然后公共空间的开放性跟那个生活，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
在他们家的，就讨论的时候跟空间感，我觉得都还不错，就蛮开心，他们可以喜欢我们的设计，然后生活在这个空间，然后是觉得有幸福感，有没有成就感？印象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它很贴心，像我们的多功能室，其实我们有做一个电动的升降桌。那一般大家放升降桌就想说正正方方的摆进去嘛，但是它很可爱的是，他问我说：“你们家有没有打麻将的需求？”那我说：“其实可能会有，过年过节。”他就转了一个45度，让每一个就是坐在座位的人背后不会有压迫感。因为人生的阶段就是结了婚之后就是成一个家嘛，那成家这件事情其实很虚无缥缈，所以真的拥有了一个自己买的房子，然后有自己喜欢的设计，你才会心里头比较踏实，觉得真的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欢迎填下方表单，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